这个世界有虫族这些异性存在，人类想要活下去，就诞生了魔导师的存在。男主比方和小队的成员陷入了苦战，队友们受伤，他让那些人赶紧撤离，自己留下来单挑虫母。地面已经被虫族毁灭了，人们在天空中开辟了天空岛，天里缓缓打出一个问号。而天空岛上有一个专门培养魔导师的学院，栗子就是就读于这个学院的学生。他因为没写作业，被迫罚写了检讨，不过其本人相当自恋，写出的检讨看得学生会众人直翻白眼。栗子目前是学院一级中最下级的存在，时常还会被其他人嘲笑成 F 级废物。不过在他看来，那些人都是没眼光，而他才是未来的女神，必将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。于是学生会直接打回了检讨书，说他并没有检讨不写作业这件事，并且对自己的性格非常自信。很好，所以检讨书重写。儿童班的另一个雷克蒂同学也被罚写了检讨。这个雷克蒂的梦想是成为浮空魔导师，守护这个城市和虫族战斗，但是他非常害怕虫族，一想象就会浑身发抖。不过他还是愿意为了别人而去战斗。本来学生会有人觉得他是个挺正经的孩子，但科长却说，在这所学校越是正经，死的就越快。但是这孩子性格认真，也愿意保护他人。虽然入学成绩非常差，经常不及格，但考虑他出自魔双剑术的名门，所以被列为空战魔导师的候补人员了。随后就是空战小队的队长位，这个妹子叫美空，1年级实习考试0胜57败，实习赛也是连败，打出了124次连败记录。学院建议自主退学，寇一叹气，这些孩子将来可真是令人头疼。然而这3人却组成了史上最弱的601小队，所以科长拜托寇一帮忙推荐一个好点的教官，毕竟寇一曾经可是出了名的魔导师。寇一想了想，还真有一个人可以推荐。此时仓库内，比方正在整理资料，并且发现有人偷走了一些东西，还顺便把隔壁机械科收拾了一顿。因为就是这群家伙撬了锁，而他竟然只花了1晚就整理了所有资料。好友告诉他，寇一让他午休的时候去一趟办公室。比方搭乘电车前往了学院，想着今天干脆来学校上个课，结果在拐角处撞上了叼着面包的美空，不出意外，2人就摔到了一块，又是一阵搂搂抱抱。最可怕的是，美空的面包还摔在了比方的裤裆上，美空气急败坏，比方起身，面包掉落，因为蘸着果酱显得格外的变态。美空下意识大喊有变态，结果转头就发现比方消失了，而此时的比方正在水池边洗裤子，因为果酱还很难清洗，所以他直接把裤子给脱了。结果抬头就看到栗子在照镜子臭美，他差点就贴到镜子亲自己一口，转头发现比方在水池后，还问比方是否被自己的美貌所震撼。比方吐槽他那么不正常，谁都会多看一眼，结果被栗子判定成了跟踪狂。不过自己这么漂亮，遇到跟踪狂很正常，但是能够爱上她的只有自己。比方说他有时间沉醉于自己的美貌，不如多去做一些空战训练，毕竟他身上的校服一看就是学院的学生。栗子一边说一边走到水池后，他说天才从不懈训练，努力是凡人才做的事。结果发现比方下半身只穿了一条内裤。栗子转头，真是变态，就算我再美貌脱俗，你也不能这样呀。比方摇头，不啊，我一开始就脱了裤子。栗子顿时羞涩，天哪，竟然有人如此迷恋自己。然后他开始大声喊有变态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比方再次闪现开溜，并且躲进了厕所。但是变态的事情传遍了学校，就在众人讨论的时候，比方冷静下来准备离开厕所，结果刚到门口就看见了雷克蒂。雷克蒂性格腼腆，遇到只穿了内裤的比方，急得半天说不出话，最后鼓起勇气说这里是女厕所，还问比方就是传说中的变态吗？比方完了，这下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，他就不该抄近道走预备课的操场。比方干脆从大门进去，然后被看到他的人讽刺为叛徒，并且在那里见到了优丽。优丽吐槽他连时间都无法遵守，果然是个叛徒。比方问他是否还在介意之前的事情，不过优丽本人并不承认。好在这个时候寇一赶到了现场，优丽说他只是在陈述事实，结果直接被比方给气走了。但比方觉得优丽生气会更好，毕竟当初优丽是仰慕他才加入队伍，不过他很难控制感情，还是发泄出来比较好。寇一说比方知道就该说出来，毕竟他们有时候不太懂比方的想法，那件事过去已经半年了。寇一说当时优丽晕过去了，没能看见，其实比方已经在任务中受伤了，而自己受伤就证明没有能力做到毫发无伤的解决问题。树干一直觉得是自己的错，所以他想到了一个弥
捕比方的办法。不过比方吐槽，他每次笑眯眯都不是好事。之后比方被带去见了科长，科长竟然打算让比方担当601小队的队长兼教官，让他把那3个孩子培养成能够对战虫族的人才。但比方觉得还有其他人可以接任。寇一说大家都很忙，而且他很希望比方能做这件事，因为他知道比方私下也在努力，还去特勤课帮忙了。比方看了一眼3人的成绩，这是干啥了才能差成这样？不过3人的照片倒是让他愣了一下。而此时601小队还在吵架，雷克蒂说今天早上遇到了一个变态。与此同时，比方来到了601小队所在的班级，周围有人看着他议论纷纷，因为在他们看来比方是叛徒。就在美空他们说今天遇到变态的时候，比方走进了教室，并表示从今天开始担任601小队的队长。就能听到男生的名字，就问他是传说中的那个叛徒吗？只有雷克蒂茫然，啊，你们认识吗？美空说比方就是那个变态和叛徒。于是3人立刻掏出武器对准了他。现在地面已经完全被虫族侵占，人类只剩下天空岛这一块堡垒。美空认为比方根本没看他们的资料，毕竟第一印象就不好，觉得这变态肯定是盯上他们才来做教官。不过比方能轻易背出他们的资料，还说美空的多次考试连败，学校都推荐他自主退学。但美空认为自己真正的实力系统根本检测不出来，不过比方根本不信。另外2位队友也怀疑地盯着他。关于栗子的情报，比方也能背出来。栗子各科成绩优异，但就是不爱写作业，而且实战是最低级的 F 级。栗子说因为那天发型不好看，所以没考。雷克蒂的理论课也一团糟，实战也是10败10胜。雷克蒂下意识就道歉了，但美空还是不认可比方这个叛徒当教官。雷克蒂只知道比方进出女厕所，却不知他为何被称为叛徒。美空也是半年前才听说比方的事情，据说比方小队与虫族作战，但却逃回来了，甚至在那之后再也没出去战斗过，还推掉了所有送过来的任务，甚至连晋升 S 级的排位战都缺席了，辜负了众人的期待，所以被打为了叛徒。美空非常看不惯比方的做派，比方吐槽他们连排位赛都没赢过，难道就一点获胜的想法都没有吗？3人当然想赢，比方便提起自己在战场上被称为黑之剑圣的事情。作为前任的剑圣，自己来指导3人，他们说不定还有机会超越他，甚至打败比他们等级更高的小队。3人一下就期待起来了。栗子觉得自己并非凡人，没必要辛苦练习。结果比方说出关键点，毕竟他了解栗子的实战成绩才是 F 级，要是栗子不在他面前展示实力，恐怕在自己眼里栗子还不如美空。栗子忍不了一点，这才答应去训练，主要是展示自己的实力。雷克蒂腼腆，但上进心是真的有，所以3人这才决定去训练。此时优利还在和寇一聊天，2人都是特务小队的成员，非常受学校学生们的爱戴。其实优利一直担心比方的情况，比方请假都是声称自己在疗养期。优利听说比方去当教官更生气了，寇一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守护天空岛的和平，比方肯定也是这么想的，还说他们现在应该在训练。而此时比方坐着机器带着3人飞上了天空。3人疑惑比方为何不用飞行魔法，比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他目前只能靠机器飞行。3人问他接下来要怎么训练，比方却让他们在天空玩捉鬼游戏。3人都觉得非常幼稚，但比方却说他们可以用魔装炼金武器攻击他，如果他被击坠，训练就结束了。比方甚至没有用魔法，只是用机器飞行。美空他们没有一点合作的想法，比方无奈，不会团队合作，但美空的速度还算不错，而且耐力也很出众。他说自己不会对叛徒手下留情，便立刻召唤出了魔炮剑。比方一边慢悠悠地躲开，一边说他的攻击还不够灵巧，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他说美空的速度和耐力都很棒，然后一闪身躲开了美空的攻击，钻进了云层里。于是美空直接陷入茫然。比方叹气，这么简单也能被骗？但他猛然发现身后出现了雷克蒂的身影，雷克蒂的武器是双刃，自己刚才都没发现雷克蒂，明明应该是最好的下手时机，为何雷克蒂没有主动攻击？雷克蒂提醒了比方才冲上来，出招的速度也很快，但2人一靠近他就羞涩不已，而且动作还有些犹豫。比方问他是不是在放水，比方看出来这孩子是没自信。比方刚要问话，雷克蒂又害羞了。这个时候在云层中埋伏的粒子已经打出子弹，比方察觉得很快，他可以躲开，但是后方就是雷克蒂，所以他直接把雷克蒂捞到身后，用匕首挡住了子弹。比方说粒子瞄准速度很快，可惜还是让他察觉到了一丝杀气，还问2人刚才的合作有没有商量过。雷克蒂和粒子点点头，看来这2人是会动脑子干架的。粒子明知道雷克蒂战斗技巧，却没有考虑过会不会打中队友，他算是了解这3个人的性格了。此时美空
空还在云层里到处找他。训练结束，三人返回更衣室，美空因为没抓到比方非常生气，不过他并不觉得是队友的错，也会进行自我反思。然后美空就发现两个队友身材都比自己好，虽然两人安慰他搓衣板也没关系，不影响实力，但美空俨然陷入了重大打击。比方分析了三人的性格，美空胆大鲁莽，喜欢埋头冲刺，雷克蒂没有自信，面对敌人会示弱，而栗子正好相反，他太自信了，但是和队友的隔阂很深。比方觉得这三人其实都是璞玉，稍加打磨拼凑到一块，说不定会很有趣。比方拎着东西来找他们，没想到他们还没换完衣服，于是比方再度被当成了变态。比方说要给三人做特训，但是非常的累。栗子表示自己不需要，比方也没有阻拦他，而是问另外两人能承受住吗？两人立刻点头。但雷克蒂没想到特训竟然要换女仆装，还让他穿成这样去发传单。雷克蒂本来就胆怯，看到妹子都不敢主动搭讪，不过学院的男生一看到女仆装立刻就兴奋起来了，迅速冲上前拿到了传单。迈出第一步后，雷克蒂也鼓起了勇气。而比方给美空安排的任务也很简单，就是让美空去找出栗子的弱点，而且是他们两人一起去盯栗子。美空本来还想说什么，突然被比方捂住了嘴，因为栗子已经从校门口出来了。美空面红耳赤，比方这才发现自己手放错了位置，他被当作变态也不是没有理由的。比方甚至还说自己没察觉到，美空更生气了，你是在说我是搓衣板吗？但他很快就被打发跟踪栗子去了。其实他的跟踪还没开始就被栗子发现了，栗子自恋的让他别迷上自己，还说自己要去购物。美空一咬牙就问他自己能不能一起去，栗子甚至怀疑他被人伪装了，不过还是同意了美空一起购物。而雷克蒂发完传单，比方决定进入第二阶段，他让雷克蒂去这家餐厅应聘工作。雷克蒂刚想说自己做不到，但已经被迫入职开始工作了。另一边，正在研究虫族的男人撞上了端着水出来的尤利，结果正好被扑到了裤裆。看到尤利一脸紧张，此人感觉自己一见钟情了。正好寇一也来找尤利了，尤利对男人连连道歉，男生表示没关系，然后收下了尤利的手帕。美空名义上是跟栗子一起去购物，实际却成为了栗子的拎包小妹。不过却意外发现栗子很喜欢可爱的东西，但是她自己似乎不太承认，而且美空觉得喜欢可爱的东西也不算弱点啊。而此时雷克蒂还是没法鼓起勇气给点单，不过比方的好友却认出了他，雷克蒂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。这个时候美空找了过来，雷克蒂大哭了一场才冷静下来。美空说雷克蒂要是有事可以找自己帮忙，但美空没想到这也是比方的计划之一。原来比方准备了2套衣服，一套女仆装，一套兔女郎。比方铁定是有点什么副业在身上。两人的出现很快引来了许多顾客，而美空在面对客人点单的时候却落落大方。可雷克蒂一看到那些人就觉得有无数视线落在身上。这个时候比方好友欧文叫住雷克蒂，并拜托他帮自己倒杯水，而且看出雷克蒂不擅长和人交流。欧文告诉雷克蒂，不擅长换个角度就是弱点，他让雷克蒂相信自己教官的判断，还告诉他美空就是他最好的模仿对象。果然美空工作的时候非常的干脆利落，一点都不在意他人的视线。看到美空如此投入，雷克蒂也明白了自己的弱点，他回头本来想对欧文道谢，却发现对方已经消失了。不过雷克蒂也能鼓起勇气应对客人了。等科长和副官路过餐厅，就看到两人迅速应对客人的模样。美空也看出雷克蒂变得活泼了一些，夸他这个势头很不错。活动结束后，雷克蒂问比方是知道自己有社交恐惧症吗？比方却问雷克蒂是否使用了剑圣的招数。雷克蒂点点头，因为剑圣是他家的长辈。比方说能够使用这样的招数一定是经过无数训练的人，昨天他但凡鼓起勇气和自己对上都不会落下风，但是他因为恐惧与他人对视而无法发挥全部实力。雷克蒂说自己在人多的地方就会害怕，他不喜欢那些视线落在自己身上。比方拍了拍他的脑袋，人无完人，知道自己哪里不足，努力改善就好了。雷克蒂也对美空道谢了，因为美空给他做榜样，他才知道该怎么应对客人。美空说自己那边的任务失败了，他没有找到栗子的弱点，但意外的发现栗子喜欢看哲学书，但又特别喜欢可爱的东西。比方却觉得美空已经找到很多成果了，还请两人吃了冰淇淋，但美空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到，恐怕不配做小队长。比方说他能了解到自己的缺点也算是一项成果。比方说雷克蒂继续这样训练就可以了。美空问他自己要继续跟踪栗子吗？没想到比方却说他今天的训练是寻找自身的弱点。美空这才知道自己被整了，一气之下冰淇淋都甩出去了。卖冰淇淋的大叔直接落泪。当晚寇一就钻到了比方的房间，他俩是青梅竹马，从小就了解
对方。听比方说美空的魔力达到了 A 级，不过对剑术没有了解，非常可惜。于是比方决定让美空暂时转型，但美空不论如何都不愿意转型。他说为了走这一条路，自己愿意付出任何努力。比方说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前途，但美空却说比方根本不了解他，便一气之下逃走了。天空岛是虫族唯一一个没有攻克的人类地区，所以时不时会遭到大量虫族的袭击，而每一次都会有魔导师出来阻止。美空的母亲曾经就是这样一位勇猛的战士，而他的母亲当年走的就是前卫魔炮剑士道路。美空一直渴望像母亲一样战斗，母亲去世后，他也以此为目标，所以他才不愿意听比方的话，放弃目标。雷克蒂现在还要负责送外卖，而点外卖的那人就是比方的好友欧文，他这会儿正在和科长他们开会，而雷克蒂离开会议室就见到了栗子，他拜托栗子陪自己做初级训练，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美空都没来学校。栗子本不想同意，却发现雷克蒂特别信赖比方，这让他很是惊讶，因为他对雷克蒂的社恐还是有所了解的。另一边，之前被尤利撞倒的男人其实是医科院的学生雷亚尔，他本来鼓起勇气想把手帕还给尤利，却突然发现尤利在和比方说话。其实尤利一直在关注比方和601小队，说话的时候也忍不住羞涩。比方说自己要去做家访，还谢谢尤利这么关心他的学生，尤利顿时就脸红了。这一幕落在雷亚尔眼中就是晴天霹雳，毕竟自己喜欢的人疑似有暗恋对象，这谁扛得住啊？而比方找到了美空家的店铺，美空和他父亲长得完全不像，父亲说女儿像他妈妈，不过美空直接甩门上楼了。父亲叹气说家庭关系并不和睦，虽然妻子是大美人，可现在也只剩下照片了。他还给比方做了一顿招牌菜，说这曾经是他妻子最爱吃的，但他对于妻子的记忆已经消失了，只依稀记得对方爱吃这个食物。并不是父亲冷血无情忘得快，而是因为空战魔导师在阵亡后，周围和他有关的普通人会逐渐失去他的记忆，也正因如此，他和美空的关系变得很差。父亲看出比方和美空关系不错，听说比方来问魔炮剑的事情，就知道两人绝非普通同学。比方这才表明自己是美空的教官，目标是把美空培养成更强的战士。于是父亲说起了妻子的事情，他说妻子曾经是一位相当优秀的魔炮剑士，但某天出击后再也没能回来，身为普通人的他便失去了和妻子有关的记忆。而美空之所以要成为魔炮剑士，应该也是因为不愿意忘记母亲。美空跑到了曾经的家，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。小时候他总是跟父亲一起等待母亲回来，母亲会将他举高高，周围的人也会夸母亲击退虫族十分厉害。不过母亲虽然战斗非常厉害，但在生活上却是一个白痴，比如早上会给美空做牛排，洗衣服的时候水又放多，处理垃圾不小心把房子炸了。偏偏这个时候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，可美空还没来得及跟母亲多相处，母亲有些心疼他，不过父亲却一直在支持妻子。每一次母亲出战，美空都心有余悸的等待回来的母亲会带着他在夜空翱翔，告诉美空他努力战斗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城市。然后两人差点被交警给逮了，而当母亲再一次出战，却迟迟等不到他回来。美空找到父亲，对方却说今晚制作的是炖牛肉。美空愣住，父亲每次都是做母亲最爱的牛排呀。父亲还以为美空想吃牛排，此刻美空突然意识到不对，他问父亲母亲不回来吗？父亲却说家里没有母亲啊。空战魔导师死亡后，没有魔力的普通人会忘记他的存在。美空四处去询问周围的邻居，可所有人都不记得他母亲了，所以美空已经隐约有预感了。军中的人将母亲留下的遗物送来，并告诉美空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勇敢且强大的战士。只有美空还记得自己的母亲，他接过母亲的遗物，发誓也要成为空战魔导师，他要和母亲一样当魔炮剑士，代替母亲守护这个城市。可是进入学校后，他怎么都赢不了比赛，明明自己如此努力，却一点回报都没有。可美空还是不愿意放弃，只是他没想到比方找了过来，比方跟着他一起去了美空母亲的墓地。美空觉得比方擅自打听自己过往的记忆，讨厌他和暴露消息的父亲。比方告诉美空这不是他父亲的错，他只是个普通人，也是被迫失忆的。但比方却让美空在母亲的墓前发誓，因为如果他再不转型，是无法变成强大的魔导士的。
比方问美空，你觉得牺牲的空战魔导师所希望的是什么？美空说，当然是守护城里的人。比方告诉他，更重要的是守护自己在意的人，所以空战魔导师才会勇于面对重组。他的母亲自然也是这么想的。比方问美空，那你觉得你的母亲是把成为魔炮剑士当作目标的吗？比方说，美空的父亲非常担心他，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妻子死亡后他没有任何记忆，也感受不到悲伤。他现在还能记住女儿，可他就怕某一天女儿也殉职了，他却什么记忆都留不下来。比方告诉美空，如果你再这么我行我素下去，将来在任务中殉职的几率会很高，就连他自己都会被别人忘记。美空也知道自己是任性，可他就是想用这把魔炮剑守护大家，他想成为像母亲一样出色的剑士，别人看到那样的自己，说不定会想起母亲的事情。比方说，普通人恢复记忆是史无前例的，但美空就想做那个特例。比方顿时忍不住笑了，他说，美空果然是个爱胡来的人，不过他倒是欣赏这种有目标的人，所以他会想办法让美空变得更强。刚才说那些话也是为了让美空下定决心，问他真的有勇气继续这样前进吗？如果有，就向母亲起誓，他要变强，强到能够守护所有人，强到超越他的母亲。作为教官，他会为美空承担一半的责任。美空返回学校训练，虽然不好意思，但还是对比方道谢了。这一幕被栗子看在眼里，眼看比方接连攻略两人，他忍不住产生了兴趣。栗子的姐姐就是科长，科长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，栗子一直觉得自己被落在了后面。姐姐早上起来叫她起床，她嘟囔了一声便爬了起来，然后洗澡的时候被镜子吸引了。比方正在和欧文聊自己带的队伍即将打排位赛的事情，尤里还在旁边暗中关心，被揭穿后又十分害羞。他们两人离开时，栗子就出现了，她说自己在镜子里看到了绝世美人，没错，那个人就是她自己。比方哈哈大笑，她还真是个有趣的人。栗子以前总是自称女神，周围的人都嘲讽她根本比不上姐姐，但是比方却没有嘲讽她，还给她看了下次比赛的队伍。比方说，雷克蒂和美空最近训练很努力，说不定能够打赢对方，不过栗子却表示自己不想特训，比方无所谓，说他就这样也可以。栗子愣了一下便离开了。此时雷克蒂和栗子正在互相贴药膏，两人在最近的训练中也发现自己逐渐变强了。比方本来想请两人吃冰淇淋，不过美空却说接下来有事要做，他跑去找了栗子，希望他一起参加特训，因为不想在排位赛上输给别的小队了。他认为比赛需要凝聚大家的力量。栗子表示自己作为女生是不需要参加训练的。雷克蒂说只要认真听比方的指导，真的会有进步。栗子又想起比方不管他的事情，他甚至连比赛都不想参加。没想到美空竟然打算给他下跪，幸亏这个时候比方一把将美空提了起来。同一时间，科长得知地级空战魔导士小队遇上了虫族的奇美拉，看来只能扣一他们上场了。科长还有些担心601小队的排位赛，比方理解栗子不想参加没有胜算的比赛，不过他不欣赏那种还什么都没做就丧气的人。栗子咬牙，他分明什么都不知道。姐姐，人家不知道你就说呀，啥事儿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？比方告诉美空自己会教他胜利的关键。栗子总觉得姐姐会甩下自己离开，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学校。此时雷亚尔还在暗中偷窥尤里，觉得那么优秀的他不应该和叛徒一块，被栗子发现后拔腿就跑了。而比方正在教美空自己的绝招，他被称之为黑之圣剑，武器也是一把巨大的魔炮剑。美空看到他的武器威力惊人，觉得自己做不到。比方说美空的魔力充足，只要学会如何向枪体注入魔力就有极大的优势，因为美空对于这种打法非常的新手。为了让他赢得胜利，比方便把这一招交给他了。美空尝试着打出一炮，结果发现体内的魔力几乎被抽空了大半，他很惊讶比方怎么做到面无表情的，抬头却发现比方也在喘息，只是面上看起来十分平淡。比方告诉美空一天最多只能使用3次这招，但美空却看出比方可能是魔力枯竭了，他不明白前王牌怎么会变成这样，但比方摸着他的脑袋，让他用这招为队友开辟胜利的道路。栗子还在观察比方的训练，雷克蒂一边和比方对打，一边问他自己就没有和美空一样能够使用的绝招吗？比方摇头说他
继承了以前最强的双刃剑圣的招数，那些招数被他家族不断开发训练，早已刻入雷克蒂的骨子里了，只需要鼓起勇气打过去就行了。就连比方都感觉有些吃力，虽然雷克蒂觉得自己没啥优秀的，但比方会夸他做得很好。栗子看在眼里，比方是不和人身体接触就浑身难受吗？怎么一天天都去摸别人脑袋？但他也看得出美空和雷克蒂的进步，还在想，如果比方指导自己，说不定他就能够追上姐姐。结果比方已经溜到了他身后，还指出栗子用的是千里眼。栗子说，比方教美空的那招确实不错，但在实际的排位赛中，美空应该很难打出来，毕竟没有选手会让美空有蓄力的时间。比方说，栗子一眼就能看出关键，所以他对队伍来说非常重要。他说，栗子有狙击力、分析力，把握整个战场的决断力，千里眼不过是他能力的附属罢了。栗子被夸得面红耳赤，他问比方为什么不让自己一起训练。比方说，因为他在等美空和雷克蒂成长，在他看来，栗子确实有自傲的资本，而且这个队伍需要栗子。栗子哪里见过这种攻势，差点沦陷。比方说，想要赢就必须要有不服输的勇气，无论如何都要往上爬。栗子顿时想起了姐姐，于是第二天，栗子当真参加了训练。排位赛开始，对面一看是601小队，不屑一顾。没想到比赛还没开始，学校警报就先响了，虫族的奇美拉来袭，D级以上的小队需要全部出战。比方也没想到这怪物会来得这么突然。除了空战魔导士，其他学生和非战斗人员全部撤离到避难所，整个小岛上张开了防护屏障。而这次来的虫族数量还不少，1级小队负责疏散城内的人员。比方他们将人群疏散后，栗子问比方为啥还在这里。作为前王牌，他这个时候不应该去前线战斗吗？美空却知道比方似乎有魔力枯竭的迹象，于是主动帮忙岔开了话题。但这个时候，雷克蒂抱回来一个没能疏散的小孩，原本他们打算把孩子送去避难所，结果比方发现虫族已经过来了，而寇伊作为寂灭公主，一抬手先斩杀了第一波虫族。尤利已经很久没用过魔枪了，而此时欧文冲过来告诉两人，有虫族的特别小队突破了防御网，现在城市已经遭到了入侵，将近300多只虫族进入了城区。这下引导避难的学生也进入了战斗状态，眼看刚才被救下的小女孩吓到了，美空立刻瞄准冲过来的虫族，第一发先中，于是他立刻使用了比方教他的那招，比方连阻止都来不及，美空把街区都给轰了。比方提醒他，你还不小心把自家拆了。而此时科长下令斩杀奇美拉，作为虫族的指挥官，这玩意儿不死，其他的攻击也不会停下。然而有小队立刻找到第一只奇美拉，迅速完成了斩首任务，可是虫族却并没有停下。比方也确认奇美拉不止一只，毕竟这么多敌人，怎么可能只有一个指挥官？也就是说，为了保护这个城市，他们必须要找到藏起来的奇美拉。于是栗子动用了千里眼，他戴眼镜是为了挡住无法聚焦的眼神，不过比方却夸他戴眼镜也挺好看，栗子顿时就脸红了。而此时栗子也找到了奇美拉的方向。尤利问寇伊和欧文不回去吗？他也听到了有另外的指挥官的消息，两人表示城内有比方在，不用担心。但尤利还是觉得比方会第一个逃跑，但两人坚信比方一定会保护好城市。而此时比方决定指挥601小队去对战奇美拉，他们连排位赛都没打赢，美空认为根本打不了虫族，比方让他们相信自己的特训，他打包票3人有对战奇美拉的实力，3人一咬牙答应了下来。在比方的指挥下，雷克蒂负责引开前面作战的虫族，栗子在后方给美空打支援，用狙击枪清扫可能会靠近美空的虫族，而美空靠着超高的机动性冲到最前方，再使用蓄力炮清扫后面的杂兵。然而2发炮弹打下去，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虫族出现。但看见栗子和雷克蒂都在努力，美空一咬牙使用了比方教他的那招，他确实一发光束秒了后面的虫族，但是虫族那边趁着烟雾四起朝他偷袭了过来。关键时刻比方冲过来挡住了攻击，而死去的虫类尸体中钻出了一只巨大的怪物，他的绿色激光一扫，雷克蒂和栗子猝不及防被房屋的废墟砸中。比方夸美空做的不错，如果是平时的奇美拉，刚才那一招应该已经结束了。谁也没想到出来的会是这样的怪物，这下他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。美空却担心他魔力枯竭的事情，比方说没关系，他还有别的办法，于是直接掏出了黑剑，并告诉美空这是反面教材，千万别学。他身上爆发出了黑色的雾气，所到之处所有虫族都被湮灭了。美空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却发现比方已经飞到了怪物面前，而他也看出这股力量不是魔力，竟然是另一种力量
量体系。比方对战一段时间后，发现自己有些撑不住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当他打算使用这股力量的时候，就已经胜券在握了。只见比方蓄力一枪打出去，庞大的怪物被巨力推出堡垒，在下方掀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，但比方也因为使用力量过度而倒下了。三人赶紧冲过去接他。另一边，尤里看见的动静愣了一下，欧文却说比方还是没忍住出手了。而此时科长也在思考，究竟是谁打败了没确认的奇美拉。虫族撤退，雷亚尔跑了出来想去找尤里，结果却在半路看到了比方从怪物身上砍下来的一只眼睛，眼睛催眠了此人。而比方也从昏迷中醒来，看到恢复成蓝色的天空，他说这才是属于他们的天空，还说三人现在面对排位赛也不会输了。而尤里因为得知比方出手，还专门来看了比方学生的战斗。比方本想说自己的学生很厉害，结果他们仨还是输了。尤里还笑，这种学生哪里强了。另一边，科长也去见了理事长，并且提出了更加全面的实战化训练，以此为基础打造了学院锦标赛。之后比方带着601小队训练，三个人被虫族的模型气球给包围了。科长还在问寇一，之前击败新型奇美拉的人不是他们吗？虽然比方和601小队提出击败了怪物，但是没有人证和具体的物证，而且比方希望以此为条件让他们不要追究商店街被迫害的事情。不过他们无法证实怪物是自己击败的，所以上头没有批准，还决定让601小队承担责任，考虑要不要解散队伍。毕竟这段时间他们还在连续刷新排位赛的败绩。而比方看着三人被气球包围，决定开始下阶段的训练。科长那边却说要罢免比方这个教官，尤里竟然站出来要支持，他认为比方教不出多好的学生。于是科长让寇一会儿把比方叫过来，同时给他们说了学院锦标赛的事情。每次战斗美空总是带一身伤，但是雷克蒂却能够精准的躲开。美空更生气的是，他们击败了怪物，学院却没有表彰。不过比方却早已习惯这种待遇，还掏出了学院锦标赛的传单，告诉他们最近有一场很有趣的比赛，这个比赛除 S 级以外，其他的小队均可参赛，而且冠军小队可以一口气提升2个阶级，还附赠一把最新武器和全城餐饮店年免券。三人一听顿时就美起来了，三人想参赛拿到名次，于是比方决定去填申请书，结果他就被寇一叫去了科长那里，听说自己还被解雇了，因为当了教官还刷新了连败战绩，而且早上模拟战同伴之间还发生了争执，还说601小队被解散只是早晚的事情。比方一开始不也一点兴趣都没有吗？不过比方却拒绝了，他说自己当了教官，自然要把他们教导成出色的空战魔导师。科长却觉得比方是叛徒，就算当了教官也没什么用，只是可惜寇一那么强力推荐他了。比方说无所谓，只要美空三人认可自己即可。至于其他小队的目光，比方会带美空他们赢下学院锦标赛，这样其他队伍也没办法说什么。科长本来想说不可能，但比方却说不试试怎么知道。于是两边打赌，赢了601小队继续下去，输了他们就要解散小队。美空他们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，顿时感觉压力山大，不过却没有一个人打算退出。但是他们此前的排位赛11败0胜，不明白比方为何说的如此轻松。比方却说明天要进行新的特训，还提醒他们明天去抽签。同一时间，科长带着 S 级小队的寇一三人前往了虫族解剖室。寇一之前反驳了学院锦标赛，认为那只是在挑起学生的竞争。而此时他们参观了学院的解剖室，发现虫族的内部竟然是机器。尤里忍不住想吐，而负责这里的解剖人员竟然就是雷亚尔。得知尤里还记得自己，雷亚尔很是高兴。此时科长咳嗽一声，他们要先去看样本，然后就在那里看到了奇美拉的碎片。虽然不知道是谁打败的，但这绝对是最新品种的奇美拉，而且经过他们的研究，发现这个奇美拉碎片还有再生的能力。雷亚尔说，通过这个研究，或许能够研制出高速再生医疗科技。不过科长并没有继续听下去，他只是带几人过来参观研究的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，雷亚尔突然叫住尤里，问他是不是喜欢比自己更强的人。等到几人离开后，他兴奋地拿着尤里的手帕狂吸一通，虽然早有准备，但这会不会太变态了？而欧文发现尤里有些不适，三人本来准备坐车回家，科长却叫住了尤里，说有事要拜托他。
第二天抽签，美空紧张的同手同脚，不过他运气不错，抽到了同为1级的小队，三人顿时松了一口气，这样赢了比赛就不会被解散了。没想到此时尤利找了过来，原来昨天科长拜托他成为 A 级小队的教官，不过2个队伍并没有在一个区，比方觉得很有意思，说不定将来会在决赛区域上。尤利觉得他也太自信了，于是比方表示如果他们赢了，尤利就得成为他们小队的队员。尤利觉得不可能，但是他还是答应了。这个时候美空他们才知道是要拿冠军才能避免解散，比方这个天然黑又没有提前说清楚。城市深处，一名学院的学生突然遭到斗篷男的袭击，而尤利却想起了3年前的事情。当时比方他们小队还是 D 级，正好对上了 A 级的排位赛，所有人都以为比方要输，没想到他却1挑2，还顺手英雄救美了尤利。尤利当时就有些羞涩，还想对比方进行正式的道谢，于是比方鼓励他早日进步，和他们一起组队，成为能够守护他人的人，然后他就离开了现场。不过尤利却一直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。此时3人正在聊袭击学生的犯人，最近已经出现多起这种案例，但被害人都说没有看见犯人的脸，两人都看出尤利有点走神。没想到这个时候比方还躲在树上，他下来问是怎么回事，尤利顿时脸红，说自己要去照顾手下的小队，所以先走了一步。都说了傲娇已经退环境了呀。寇一还帮尤利解释，科长一开始让尤利去做教官的时候，尤利本来是想和比方一样培养1级小队，比方早就猜到了这一点，毕竟在他看来尤利是一个性格正直的孩子，他想讲究公平，但有事总是憋在心里。欧文还一直帮忙打圆场，而比方给栗子他们的新训练就是让3人随机抽签，决定谁是前卫、中卫和后卫。美空觉得这也太胡来了，不过雷克蒂一直很相信比方，就连栗子也表示可以配合，但比赛要是输了，比方必须得负责。比方说到时候再说咯，2个队友都答应了，美空也只能咬牙接受。然而在训练中，栗子却摸到了门槛，他开始一边观察一边指挥，美空被他一夸有力量，顿时就去牵制旁边的虫族，然后栗子让雷克蒂去牵制另一边。雷克蒂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，但栗子却说刚才那话是忽悠美空的，雷克蒂很有实力。3人一边牵引一边清理目标。与此同时，比方发现尤利带着 A 小队过来了，这支队伍据说是夺冠的热门队，3人一上场配合就十分干脆利落，迅速的解决了那些假目标。尤利对比方露出得意的笑容，让他做好输掉的觉悟。美空他们都有些受打击，自己真的能赢这样的队伍吗？比方却告诉他们去寻找答案，当他们拧成一条绳，就会思考如何才能赢过这种高等队伍。然后今天的训练因为栗子合格了，所以比方还得负责给他捏肩。另外2人正趴在更衣室喘得像条死狗，栗子却知道他今天能有出色的表现是比方故意安排的。比方说栗子才是3人中最考虑队友的人，平时就在暗中观察2个队友，不然也不会在关键时刻完成指挥。他说栗子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。比方想让美空他们也明白栗子的厉害之处，而比方刚离开学校就见到了尤利，正好他也有事找尤利，对方一听突然就脸红了，却没想到美空几人正躲在树后暗中观察。美空觉得这是抓把柄的好机会，3人悄悄跟踪，觉得比方和尤利的关系也太近了。尤利不会喝咖啡，但在比方面前非要逞强，然后强行在里面加了糖和牛奶，看得比方一阵牙疼。后方的美空他们还在讨论尤利，这位 S 级的大前辈最近似乎不在状态的样子，以前他使用的武器可是魔枪，现在却换成了大剑。雷克蒂了然，难怪他会跑来和比方约会，莫非是想鼓励同队的恋人？美空听到这里顿时大受打击，而此时比方也主动和尤利聊起之前的杂志。尤利在杂志上透露自己喜欢比他更强的人，比方觉得他对外公布自己的秘密不太好，尤利还以为他终于发现自己的心意了，没想到比方却怀疑他暗恋寇一，还说没想到尤利会有那方面的兴趣，虽然他不会说什么，但也不能在杂志直接公开吧。尤利起身，他无语了，于是直接坦白让比方辞去教官的位置，还认为601小队配不上学院的战斗。比方却说尤利这样说的话，他和寇一也配不上学院哦。别看现在寇一有寂灭公主之称，但他曾经连飞行魔法都不会用，还被人喊过吊车尾。他说
说美空他们有变强的可能，这一点作为教官的他可以保证。栗子气鼓鼓的去结账了，比方说没关系，自己来。栗子不同意，比方便说帮学生结账。他早就发现美空他们跟踪了，而寇一和欧文也调查到了袭击者的规律，被袭击的人都是学院的进展学生，而且最开始遇难的都是1级，目前已经逐渐攀升到了 C 级，恐怕接下来的目标就是 A 级了。而袭击的那个人果然就是雷亚尔，他想通过这个方法判定自己的实力，等到自己变得比栗子更强就去接他。第二天一早，雷克蒂就开始晨跑，正好遇到同样出来锻炼的比方，两人跑到一半，比方把自己的水递给了雷克蒂，雷克蒂脸红的接过来喝了。他表示比方抽签决定站位应该是想拓展他们的战术，不过他本人觉得不太行得通，比如美空目前的技能看起来很难胜任前卫，而雷克蒂也很难在后卫担当掩护。比方说雷克蒂观察得很仔细，但这个特训目前还不能结束，但他们应该很快就能发现了，所以比方给了雷克蒂一点提示，让他又一次换上了女仆装。后援部那边的人对比方颇有好感，他们不认为比方是叛徒，毕竟比方没少帮他们的忙。而雷克蒂前往餐厅帮忙午餐的点单，他发现这里的服务员动作行云流水，还有服务员在对方点单前就已经赶到了，其中有人提醒雷克蒂看清楚周围，于是雷克蒂陷入思考，在最后的点单中暗中观察客人，也能够做到在对方刚到就完成服务。比方要的就是雷克蒂静下心观察，做到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训练中的美空怎么都瞄准不了敌人，栗子提醒他近一点再动手，不然也不至于轰掉自己家。两个人吵吵嚷嚷的开始战斗，而此时雷克蒂在后方劝架，却时不时观察周围，总觉得在后卫不能让任何敌人越过，这种提心吊胆的感觉他从未体验过。原来栗子以前一直都在这样战斗，但雷克蒂已经学到了观察周围，所以他把美空和栗子都夸了一顿，并且告诉美空哪里还可以继续优化。栗子本来就很聪明，被夸了便更加卖力的输出，雷克蒂已经把他们拿捏得死死的了。美空有所进步，栗子的配合也提高了，而漏掉的目标由雷克蒂这个后卫来解决。比方欣慰地拍了拍雷克蒂的脑袋，说他进步了。这一幕被栗子和美空看见，顿时有些吃味。比方回到房间，却发现寇一顶着黑眼圈出现了，他最近一直在夜晚巡逻，还说那个凶手目前挑着近战武器使用者下手，剩下的事情就是机密了。比方问尤利也在夜巡吗？寇一摇头，再怎么着也不能让后辈不睡觉啊。这个时候美空找了过来，拜托比方不要再搞换位训练，他也想打磨自己的水平，但比方却说这不符合他们的进步。美空觉得比方不告诉自己训练的意义，只有他落后于两人了。比方看出他确实着急了，于是让美空去通知另外两人，今天暂时不在空中训练。寇一看得出比方乐在其中，因为他和当初训练尤利的表情是一样的。比方把三人带到了一个老卧室，并表示从今天开始，在比赛之前他们都要住在这里，不论上学还是放学，三个人都要一起行动。美空不明白比方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还是决定打扫卫生。栗子说自己才不要帮忙，然后就被美空追了上去。另一边，比方带着泡芙找到了尤利，尤利才不想拾嗟来食，但是泡芙是无罪的，毕竟限购，而且他也不能浪费粮食。比方看逗到人了，顿时忍不住笑了。科长去医院探望了被袭击的 A 级空战魔导士，欧文觉得要提高战斗巡逻了，因为这个犯人的最终目标很有可能是 S 级的空战魔导士。而比方找尤利也是想问一下他最近为何转用魔剑，是因为自己从魔剑士转型魔枪士了吗？尤利没有回答，答案呼之欲出。比方倒是没意见，可他当初让尤利转魔枪是因为他有魔剑士致命的缺点，但尤利觉得上次战斗他撑住了，所以没问题。比方说他太固执了，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份固执才让他努力到了现在，还夸他以前就很聪明，自己现在也没什么能教的了。尤利还是想不明白为何比方要背叛队伍不一起出战。比方说自己最后要告诉尤利的只有一句话，努力不放弃便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战士，就算自己离开，尤利也会变得更加厉害。于是尤利忍不住问比方为何要关心自己，比方说那是因为你是我很重要的人啊。还没等尤利问出来，
来，雷亚尔就找了过来，两人立刻认出这家伙就是袭击无辜学生的犯人。尤里让比方不要出手，结果自己反而又一次踩进了雷区。比方说了尤里不适合用魔剑，一下就被雷亚尔逼近距离。雷亚尔还嚷嚷着要让尤里成为他的女人。尤里觉得这人简直是神经病，还说自己根本不认识他。不过雷亚尔还会绕后攻击，虽然被尤里挡下来了，但对方还会用远程飞行魔法，锋刃一下就将尤里的身体割伤了。比方出面挡下了攻击，雷亚尔的速度在他面前不值一提。他们空战魔导士可是在战场上经过磨练的，更何况比方还是凌驾于 S 级之上的存在。犯人被割伤后准备逃跑，尤里在他背后留下了刀伤，雷亚尔狠狠地给了尤里一拳，并表示自己很快就会来接他。而被割伤的雷亚尔气急败坏，却发现自己能够听见眼睛的声音，对方说只要使用它就能变强。于是雷亚尔黑化扭曲了，而比方带着受伤的尤里回到美空那边，众人一看还以为是他干的，顿时觉得比方是鬼畜变态。尤里醒来，下意识地问凶手，结果他一坐起来，美空他们就尖叫一声，然后迅速捂住了比方的眼睛。尤里反应过来，问比方看见什么了，比方尴尬的笑笑，差点被一枪击毙。他赶紧解释，帮他换衣服的人是美空他们，但看没看见他只能尬笑。尤里直接就被气哭了，比方赶紧找借口出去吹风，其实就是跑路。雷克蒂他们把衣服递给尤里，从比方那边听来的话是尤里保护了被犯人袭击的比方才受伤的。尤里想解释却来不及了，看到三人在过集体生活，尤里说比方以前就爱说一些奇怪的话。雷克蒂好奇比方说了什么，尤里顿时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栗子怀疑他们果然是男女关系。尤里解释并不是那样的。看到四人聊到一块儿，比方才溜达回来，他刚才去找了买泡芙那里送的护身符，并告诉栗子出问题握紧这个会很有用。尤里吐槽这个礼物一点诚意都没有，但比方却说他很担心尤里，并告诉他要是遇到困难握紧这个护身符，然后一定要想起自己教他的知识。一旁的美空表情非常复杂，他立刻让比方解释为何要让他们过共同生活。比方上去抓了抓美空的头发，尤里看到这一幕，想起昔日的小队，神色落寞地转身离开了。走前他还是感谢了三人，但同样也表示他们晋级到决赛也不会放水了，还说他们如果走不到冠军的位置，601小队的结局就是解散，美空绝不允许队伍解散。不过这个时候栗子说自己饿了，可是食堂已经关门了，于是雷克蒂表示他可以做饭，虽然只会一点就是了。美空尝了雷克蒂做的炒面，觉得味道非常好，而栗子还变出了自己带来的酱汁，别说味道还真挺好。美空觉得雷克蒂还敢抢栗子做的酱汁真牛，但雷克蒂却认为栗子虽然言行比较夸张，但做事一向都非常有分寸。美空看见栗子和雷克蒂聊得很开心，顿时觉得自己似乎什么都做不到。三人休息了一晚，第二天继续训练。美空再一次在训练中被淘汰，做饭的时候也会帮雷克蒂一起，虽然会切到手，之后他还会认真的去找栗子问计划，只是他还是不太能够看懂。马上就要到学院锦标赛了，团队赛中小队长被击败就算输，而美空他们的比赛在明天，比方让他们好好休息，便自己先离开了。美空觉得不能再这么悠闲下去了，雷克蒂他们看出美空非常的紧张，晚上回去都在努力看战术。栗子叹气，劝他那个脑子还是别多想了，不如好好休息，会有更好的表现。但是美空压根儿听不进去。此时雷克蒂找了过来，原来浴室的引擎坏掉了，不过美空家里也有同样的设备，所以他说自己知道要怎么做，然后直接用魔力强行带动了引擎。雷克蒂说这样不就能用了吗？栗子摇头，这玩意儿已经报废了，烧水是可以烧，看来也不够3个人换着来了。于是雷克蒂提出3人一起泡澡。美空再一次受到身材重创，美空气急败坏，说集体生活根本不明白好在哪里。栗子和雷克蒂都完成了比方课题，只有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到，就算小队解散了，估计2人都不会在意。雷克蒂和栗子也有些生气，美空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立刻冲了出去。他觉得自己乱发脾气也太差劲了，明明他是小队长来着。第二天一级现场没什么人看，美空说这个集体生活只有自己拉了大家的后腿，因为自己的缘故，队伍并没有变强，比方却让他放松一些，仔细看看周围，说不定就能看到此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。随后美空就被推到了现场，敌人表示这次抽到601简直是好运，甚至提前准备办庆功宴了。科长觉得这次叛徒和吊车尾小队都要结束了。欧文和寇伊提醒科长别忘了，比方作为黑之剑圣，以前最擅长的就是打逆风局，而此时美空比赛一开始就往前冲，他表示自己作为小队长一定要守护队伍，但
但莽夫白给怎么可能会成功？所以他很快被敌方打落下去。幸亏雷克蒂和栗子接住了他，并表示牵制敌人是他们的任务。美空越发觉得是自己拖累了两人，可他回头看见比方还在望着自己，想起比方让他仔细观察，美空便回头看向两位队友，突然想起团队生活中雷克蒂和栗子一直互相信任，所以他俩的配合十分完美默契，2打3对面都有些吃力。美空终于明白自己缺了什么，他缺乏信任队友的想法，而比方之前安排的特训就是想加深3人之间的羁绊，所以在两人牵制住对方的时候，美空再一次架起炮台，打出了蓄力的最强一击，他们终于取得了第1次胜利。但比方知道这才刚刚开始，而雷亚尔这会儿也受到了眼睛的蛊惑，将虫族的基因注入了体内，有1就有2。之后的几场比赛，美空他们连续取胜，势如破竹。科长不相信，起初还以为他们是莽过去的，直到美空他们拿下了半决赛，3个人都感动哭了。科长坐不住了，马上就是决赛了。但关于601小队拿不到胜利就要解散的消息也传开了，消息公开也是怕双方反悔。雷克蒂觉得自己能拿到如今的成绩，多亏了比方帮他蜕变。别说他了，栗子和美空也有同样的想法。距离决赛只有1天，3人都打算去操场训练一番，毕竟紧张的睡不着觉。场外看到他们训练的比方十分感慨，确实成长了许多。决赛当天，寇伊和欧文负责巡逻场内，因为是决赛，现场观众很多，还来了电视台的转播。只不过比方他们登场的时候没什么人欢呼，毕竟在他们看来，比方还是叛徒，认为601小队或许是作弊了。直到冠军候补的 A 小队出来，现场才响起热烈的欢呼声，看来大家都是来为 A 小队加油的。不过之前输给601小队的妹子们也来给他们加油了。美空看到尤利看比方的眼神，心中有些不是滋味。随着两队教官的离场，比赛立刻拉开序幕，601小队立刻散开，以防被集中攻击。雷克蒂的目标只有一个，绝不能先败下阵来。A 小队的弓箭手想掩护，不过601也有栗子支援，而美空一直在提高机动力，拉开距离，防止被攻击到。台上众人感慨，这比赛应该很快就结束了。科长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寇伊其实也想去看现场，不过他现在得去后门检查一下。欧文说那边的人突然失联了。寇伊认为凶手应该不至于来这么多防守的现场找茬，话不能说太早，不然会变成回旋镖扎中自己。A 小队的队长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揣摩美空的走位，他以为美空是一时兴起，但其实美空一直在把他往栗子的狙击路线上引。不过尤利也替 A 小队分析了比方的指挥手段，所以躲开攻击后并没有上当。众人只觉得美空一直在逃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尤利十分失望，他知道比方擅长打逆袭战，所以早就摸透了他的技巧，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有做出改变，于是让 A 小队发动总攻，并表示即将决出胜负，自己早就看穿比方的所有计划了。此时美空突然往空中一窜，往下狙击，尤利以为他要杀掉队长获得胜利，所以 A 小队的队长没有给美空机会，但队长却发现不妙，因为他们3人已经站成了一条直线。正当他回头让大家撤离的时候，美空突然转变了动作，合着刚才的狙击动作是虚晃一招，被自己以为手到擒来的猎物耍了。小队队长一下就乱了阵脚，这一次他从猎人的身份变成了猎物。当再次遇到相同的动作时，队长以为又是虚晃一枪，下意识回头发现真是一条直线。而这个时候美空抓住机会蓄力，将3人一网打尽。尤里直接愣在了原地，就连科长也不敢置信，谁也没想到美空他们队遇上 A 级的队伍也能赢，而且还是完全的败北。广播那边刚宣布了美空的胜利，结果就传出了杂音，变态雷亚尔的声音通过广播出现。同时学校发布了空袭警报，学生们纷纷从赛场离开去避难。这家伙竟然把学生们给引了出去。雷亚尔宛如变态一样出现在现场，而且直奔着尤利而去。美空在此人的身上看见了比方当初使用的另一种力量体系。雷亚尔说自己变得比他更强了，所以让尤利必须接受自己。他当着比方的面搞这一招肯定不能成功，比方一脚就把他踹飞，并带着尤利就跑。结果这变态穷追猛打，比方推开尤利，让他赶紧离开，自己留下来和雷亚尔对战。但他的脚被钢筋穿透了，变态又一次出现在尤利面前。不过这个时候美空架起狙击炮就打了出去，挡住了他对尤利下手。比方疑惑美空怎么还没跑，并表示自己有队友不用担心。果然寇伊和欧文已经赶到了现场，直接把这家伙的一只手给炸掉了。众人劝
劝他赶紧投降。然而变态不依不挠，并且手臂再生变成了一个怪物的形状，看起来和虫族的外壳几乎一模一样，而且一抬手就放出了飓风。寇伊他们的攻击无法撼动飓风，变态还想靠近尤里，并且用触手把他绑住了。美空他们试图阻止，但被甩出来的飓风伤到，比方实在忍不了，再次发动了之前的力量。美空认出了这股力量，在栗子他们追问之下，并没有说是什么情况，而变态却认出了比方的力量体系，说他和自己都是被虫族选中的人。但在比方看来，变态是完全沦陷在虫族的蛊惑之下了。变态却说他终于知道比方为何是叛徒了，因为比方明明拥有强大的力量，却不愿意使用，因为这个力量并不属于人类的体系，他害怕力量暴露后会引起恐慌，所以才一直避免出现在战场上。他的实力从来就没有退步过，可是比方却被抓住了。不过美空他们及时救场，并且将尤里一并救出。怪物虽然被打断了触手，但又立刻召唤出了新的武器，并且直接朝着尤里甩了过去。比方闪身挡下了这一击，变态嘲笑他是自寻死路。尤里大受震撼，他想去救比方，但比方却让他赶紧逃。看到此景的尤里吓得不敢动。此时美空三人却爬了起来，并告诉尤里别忘了比方教他们的，无论何时都不要轻言放弃。所以三人联手一同发动了攻击。雷克蒂虽然晋升了，但武器却被变态的厚脸皮卡断了，而三人的攻击几乎对变态毫无作用。不过比方趴在地上知道这样刚好，因为他们的实力越弱，变态就越容易放松警惕，而这家伙长出了翅膀飞到空中。比方微笑，这就是第二阶段。变态也发现尤里不见了，此时他才发现尤里在美空他们身后。等美空他们闪身离开，变态立刻扑向了尤里，结果直接被尤里的长枪刺穿了腹部。他觉得这点伤害不足为惧，却不知道尤里的武器搭载了魔力磁，可以将物体粉碎到分子的状态。这把武器是专门用来对付奇美拉级别的虫族的，所以变态倒地不起，眼神一下就变得清澈了。但是他只是装的，还想把倒地的比方拉下来陪葬。尤里已经再三劝过他，可惜这人完全听不进去，然后再一次被尤里的长枪刺穿。比方微笑，早说了，你已经是瓮中之鳖了，大哥，你一个躺赢的有什么好说的？起开！而雷亚尔被从变态的盔甲里剥了出来，直接被官方打包带走。比方捂住已经开始复原的伤口，假装无事发生。看到科长飞了过来，他连忙找借口先开溜了。于是美空他们立刻跟了上去。寇伊说比方一直没变，还是喜欢独自努力，每次都是不邀功就默默离开。他们有时候都想不明白比方究竟想干嘛。虽然对外宣布比赛现场是被安装了炸弹，但这说辞几乎没人相信。理事长那边决定让601小队连升2级，不过科长又出来反驳了，他们升级的事情和之前打飞街道的事情抵消了。不是姐姐，你是不是玩不起啊？豪华武器他们倒是能拿到，不过现场发生爆炸，所以武器被波及了，现在也是一个黑黢黢的废品。搞半天他们拿到冠军只是防止了小队被解散，1年的餐券呢？餐券呢？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，你们懂不懂啊？同时601小队也多了一名新队友，毕竟尤里输了之前的赌约，他同时肩负特务队和601小队的任务，而且他还带来了一个蛋糕，本来是想和比方一起分享，没想到比方还以为是招待小队的蛋糕，于是直接薅过来打开一看，上面赫然是喜欢你。比方默默挠头，虽然已经知道了尤里的取向，但你不能一上来就盯上咱们小队的妹子吧？栗子他们听了都无语了，这什么级别的铁直男？尤里更是直接被气哭，只有美空在后方松了一口气。之后众人又恢复了正常生活，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保护学校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小白爆肝队1号机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